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日透露，俄美双方已就两国元首再次会晤一事达成共识。今年6月，普京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会面，然而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接下来数月，俄美关系持续紧张。2周前，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前往俄罗斯进行破冰式双方会谈，却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几月，俄美元首年内第2次会晤将谈些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俄美关系走势？来看看报道。佩斯科夫周日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此前提到关于普京与拜登在不久后的将来再次举行会晤一事，俄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计划正在实施中。在两国总统做出决定后，再公布会晤的具体情况。外界注意到，一旦成型，此次将是俄美元首年内第2次会晤。6月，拜登和普京在瑞士日内瓦见面，就俄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性、贸易关系、地区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尽管普京和拜登公开高调评价日内瓦会晤，但乌克兰问题、网络攻击问题和北极等问题仍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观察人士指出，日内瓦会晤并没有使俄美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只是在氛围上有了局部改善，让大家对两国关系有更加稳定的预期。不过，日内瓦会晤后，两国的外交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周4公布的文件显示，俄罗斯公民被列为不能在本国领土获得美国签证的类别无家可归申请者。所谓无家可归申请者，指的是申请者所在国没有可以提供签证服务的美国领事馆，此类申请人需要到美国驻其邻国的领事馆进行签证申请。由于俄美关系近年陷入谷底，互相限制对方外交官数目，俄方也禁止美国使领馆聘请俄罗斯人，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5月起停止大部分签证申请程序。目前，俄罗斯公民的赴美签证由美国驻波兰使领馆处理。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这不仅仅是减少旅游和文化交流的问题，而是对家庭和亲属的打击，对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打击，对那些真诚相信西方思想中关于承诺行动自由的人的打击。周一，扎哈罗娃再度发声称，美国的行为处于虐待狂边缘的欺凌行为。事实上，自今年4月以来，俄美外交战不断升级。白宫首先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宣布将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禁止美雇用俄罗斯和第三方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其外交机构工作。自5月中旬以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已暂停向俄公民发放非移民和非外交类签证，并暂停了驻叶卡捷琳堡和驻弗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的领事服务。近日，美国参议院议员卢比奥又火上浇油，向拜登政府提出驱逐300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建议，这也使得此前稍有解冻的俄美关系再度绷紧。有观察认为，在此背景之下，拜登与普京的2度会晤大概率就双方外交使团恢复正常运转一事进行讨论。我觉得非常有限，也就是说，美方在上一次的这个会晤当中啊，并没有提出很具体的来改善双边关系的这种意见。那所以呢，我看俄方呢还一直都在观察。如果说美方他们提出一些让俄罗斯能够更满意的条件的话，可能俄罗斯会有一些善意的回应，可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日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莫斯科宣布从11月1号起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处和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以回应北约驱逐俄外交官的举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该组织将保留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对此，扎哈罗娃回应表示，和斯托尔滕贝格无话可谈。北约各国防长于上周4签署一项名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威慑和防御概念》的计划，旨在在任何潜在的全面冲突中击败俄罗斯。此外，该计划还聚焦使用核武器、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战争。而这计划的签署无疑进一步惹怒俄罗斯。佩斯科夫第一时间对此进行猛烈抨击。Это просто самым красочным образом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реш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нятых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днями ране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диалога с НАТО.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ТО это лишний раз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питала иллюз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ТО. Мы знаем суть этого альянса. Этот альянс не создан для мира.
Альянс создан дл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分析指出，北约和俄罗斯关系降入冰点，离不开美国在一边使劲拱火。连月来，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北约关系不见缓和，不过俄罗斯仍对与美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上周四，普京出席俄罗斯知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活动，谈及俄美关系时表示，两国情报机构正保持沟通，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的合作。普京还回溯日内瓦会晤，并指出双方都认为会晤有成果，两国的战略磋商也在继续。尽管达成协议的问题不多，但已经走上正确道路。普京使用进一步退两步来形容日内瓦会晤后的两国关系，认为存在倒退现象，但在达成总体协议方面有所进展。针对年内第2次俄美元首会晤，分析认为，2周前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前往俄罗斯进行破冰式双方会谈，闹得不欢而散，俄美关系难以通过短期对话产生实质性突破。不过，多方预测，俄美双方将在非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合作，包括气候变化问题、抗击新冠疫情问题等。通过非核心问题来营造或者恢复对话，才是会晤的主要目的。美方一直都非常的主动的，想要拉俄抗中，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主要的这种目的，都是放在对付中国方面。可是最近啊，因为中俄联合军演等等所以他们看到了中俄之间的关系好像越来越近了。那所以说呢，他们是觉得应该还是要在俄罗斯这一方面来下手，希望俄罗斯能够在某些议题上面不要跟中国走得太近。